他们说我爸是超雄儿，说他是变态杀人凶手，地下室藏尸数十具，被判死刑。我的光明前途也因为他被毁得彻底。直到我抑郁自杀，才知我妈才是最大的恶人。在睁眼来到我妈问我爸拿号码的那天，这次我要拼上一切，保住我爸的一生光明。看到我爸年轻的模样，我以为在做梦。他身高1.9米几，穿着7号的红色篮球服。他刚代表市篮球队打完一场精彩的篮球赛，球场上英姿飒爽，无人能敌，是最佳 MVP。日光灿烂，我爸脸上飞扬的神情我从未见过。有不少女孩红着脸围了上来，跟他索要签名。这时他的一声噩梦也登场了。我妈林青开着噪音很大的机车，肆无忌惮地停在一边。她粗鲁地拨开其他人，女王一般走到他面前。向阳，你号码多少？跟我去溜冰吗？还是看电影？别墨迹了，去卡拉 OK 总行吧。我爸满脸为难，他空长了一张高不可攀的脸庞，却窘迫得面红耳热。我要是不去阻止，他又会像前世那样，因为不知怎么拒绝主动的女方，大庭广众下跟着林青离开，从此跟他牵绊在一起。于是我像豹子一样冲了过去，把林青撞飞，跨坐在他身上。在他没反应过来时，我猛地举起拳头，对准他那张横行霸道的脸，毫不心软地砸下去。你谁呀？救命！打人啊！疯子！住手！没一会儿，林青被我痛揍成猪头脸，可滑稽了。他也没骂错，我确实也算是疯子。前世我重度抑郁发作，发起狂来就像这个样子。林青就会拉上他弟林田一起绑住我，囚禁我，逼迫我吞下排泄物，以此惩罚我。燕燕，向燕！回头，我爸冲过来把我拉开，他的掌心布满厚厚的茧子，他熟悉又陌生的气息包裹我，我的眼泪没忍住地落下来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？后来我才明白，我穿过来的身体是我爸年纪相仿的堂妹向燕。向燕一家本来已经移民，她却在上个月一个人回来，不由分说住进我爸家里。既然这样，我将错就错，假扮她。我爸拉着我要回家，林青想要开车追上来。哪个臭鳖3弄坏我的2条轮胎？我在心里回答：哦，是我。我在冲过去揍他之前，还顺了2枚大大的铁钉，扎进他机车的轮胎里。我爸很穷，他和我奶住在当时随处可见的棚户房里。我跟着他赶回去时，竟看到我奶不知怎地摔在地上，呼哧呼哧喘着气儿。我傻眼了，马上和我爸一起把他送去医院。我奶白内障已经快看不见东西，坚持不去医院，怕浪费钱。我看到我爸那么高大的人，眼睛红得要滴血，别说吃饭了，医药费也给不起。之前的向燕回国以后有给我奶一笔钱当伙食费，但她吃喝都要好的，没几个月钱就花没了。我抽了下鼻子，跟我爸说先送医院，钱我来想办法。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奶的时候，我一天找了3份工，从白天干到第2天一早，把黑眼圈生生熬出来。我把历劫的钱塞进牛皮信封里，交给我爸的时候却不觉得累。我爸接信封时手是抖的，看我的眼神也充满内疚。对不起，钱我会尽快还上。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人人都说超雄儿是恶魔，可怕得很，可我活了2辈子，从没在我爸的身上看到他有半分暴力或者冲动。他人好的仿佛没有脾气一样。前世林青和林田利用我爸是超雄儿，把所有残忍恶行都扣在他的头上。我爸坚决不愿意，但当听到他们说要把我杀了的时候，他慌了，因为他清楚他们的为人，也相信他们真的会对我痛下杀手。于是一遍遍地求他们放过我。那你去自首，说那些女的都是你杀的。林青和林田看到他答应，就肆意羞辱他，践踏他的自尊心。我无法忘记高考成绩出分那天，我成了高考状元，兴高采烈地跑回家，想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，却看到大批警察包围我家。我莽莽撞撞冲进屋里，在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地下室里，看到了我爸和遗失的骨头和尸体。我崩溃得不行，吐了满地。我爸被带走时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不舍，我却从此憎恨他，患上重度抑郁。而且他被执行死刑前曾要求见我一面，我没去，
我怎么可能去？我好不容易成为高考状元，却再也无法好好读书，更没法与人相处。我一直在怪我爸，怪他害惨了那么多无辜的花季少女，也害惨了我。在我患抑郁症的时候，林青和林田总是变着法子虐待我，让我的病恶化得很快。几年以后，我决定去死。而在我坠楼之前，无意中听到我妈和我舅的对话，才得知一切真相。他们说我爸是全世界最傻的人，还骂我明明是高考状元，最后也落得跳楼的下场。爸，我误会了你，也错过了你太多年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半个月后是篮球队省队的选拔赛，我爸前世明明选上了，林青却总来搞破坏。他用了很烂的招，把我爸带走，然后灌醉他。他在他醒了以后，哭着说自己的清白被毁了，要他负责，不然就告他强奸，让他坐牢。我爸也大不敢怀疑，毕竟这种事哪个女生会撒谎。就这样，我爸糊里糊涂跟林青在一起了。而林青是个事儿精，恨不得把我爸当狗一样拴在身边。时间久了，教练和队员都对他很有意见。直到一场重要的篮球赛前夕，林青又使了烂招，阻止我爸去参加比赛，最后导致他被教练从队里除名。从此，我爸的篮球事业被毁了。他也从那以后变得消沉阴郁，不爱说话。后来也是被林青拿刀架着脖子，才去领的郑洁的婚。这一次有我在，我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自从上次被我搞破坏以后，林青消停了几天，很快又卷土重来。我问我爸，你喜欢林青吗？我爸坚决摇头，不喜欢，很不喜欢。那你就对他硬气一点，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。我爸愣了下，然后笑着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生怕他说完就忘，我像小时候那样勾了勾小指，要拉勾勾。他的眼睛红了一霎，笑着伸出手指跟我拉勾勾。他看了我半晌，才呢喃道，你呀，真像小孩。要不是我穿到过去，都不知道林青年轻时候这么不要脸。林青虽然被我打懵了，但没几天就卷土重来，大张旗鼓倒追我爸。我爸后来硬气了，学会拒绝他。但不管拒绝了多少次，他还是以女朋友的身份自居，死皮赖脸地跟着去看他的每一场比赛。他总是叫唤得最大声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俩有关系。我爸选上省队那天，他跟教练和队友去参加庆功宴，我也跟着去。林青果然又来了，他换上一袭火红长裙，手里晃着酒杯，两颊烧得通红，借故倒在我爸的手臂上。顿时，在场的人都纷纷起哄，林青却隔着人潮看过来，冲我生了一笑。我也笑，朝他举起酒杯。林青逼着我爸要和他当众喝交杯酒，前世他就是在这一晚对我爸下的药，然后污蔑他跟自己发生了关系。我上前阻止，他却一脚把我踹出去老远。臭丫头，上次打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看，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。可是林青，前世我可是你的女儿啊。我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逼着我爸喝下酒。我爸喝不得酒，跌跌撞撞冲去卫生间，林青自然而然地跟了上去。还没到卫生间，先倒下的人却是林青。我早就料到他会在我爸的酒杯里下药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我故意把已经混了药的酒拿开，但林青却拿错了，并且也喝下了。看到自己被摆了一道，林青气得不行，他开始头晕和发热，站都站不稳。我和我爸早就跑了，因为我知道林青在餐厅外还安排了几个小弟。前世的情节是，我爸迷迷糊糊喝下了有料的东西，林青就拉着他带来的小弟，让他们送去酒店。人证物证都有，我爸就跑不掉了。这次我成功扭转了原本的情节。那一晚以后，林青很长一段时间竟然没再骚扰我爸，他甚至也没出现过。没有了林青经常出其不意的骚扰，我爸的篮球事业果然越来越好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从小就注意力很差，上课总是无法专心，成绩也一直垫底。只有在打球的时候，他浑身充满力量，有着使不完的劲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爱好变成事业，美梦要成真，可是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代价。我爸从15岁开始打篮球，他从来不怕失败和跌倒，不管遇到多强大的对手，他都一腔热血，迎难而上。他不知道，每次看他在球场上炫技的时候，我有多震撼，有多为他骄傲。前世我从没见过他打篮球，
而且我跟我爸交流也很少。从我有记忆以来，我们家就是林青做主导，她总有很多赚钱的门路，是所谓的女强人。我爸在家没有地位，总是闷头不说话，甘愿做家庭主夫。我曾经有很多年都看不起他。加入省队以后，我爸要去外地比赛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奶，我奶却坚持让他出去比赛，有多远去多远。儿啊，你不能被我困住呀！我爸忍着泪没说话。我奶又说，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很想离开这里的，怎么长大了就变了呢？晚上我问我爸，我奶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爸沉默了好久才告诉我，我爷爷也是超雄儿，他是真正的家暴狂。我奶吃了不少苦，好多次都差点被打死。他试过逃跑，也试过求助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。后来有一晚，我爷爷喝多了，一个人走夜路，从桥上摔下去死了。多年来的噩梦终于落下句号。小时候我很恨我爸，恨他那么残忍，也恨过我妈，恨他把我生下来。但现在我不恨了，没什么值得恨的。我爸不仅不恨我奶，他还是大小子。他把打比赛赢下来的奖金一分不剩拿去给我奶做了白内障的手术，手术很成功。我奶拆开纱布的那天，我和我爸陪着他，紧紧握着他的手。他一双眼睛重新绽放出光亮，轻轻地眨呀眨。他刚动完手术不能哭，我和我爸却哭成一团。我奶看了我半天，我想他是不是认出来我不是香艳，谁知他只是慈祥一笑，燕燕也长大了。前世我奶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，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但一直很好奇。因为林青不喜欢她，所以我爸从不在家里提起她。可我知道我爸一定很想念她。血缘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，看着我奶，无声中都能感受她的温柔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默默地流下来。我爸等到我奶恢复好了，才收拾东西离开。我奶不放心，也让我一起去，我当然愿意做她的小助理。而在我们出发之前，突然听说了林青的消息。原来他之前一直没再出现，是因为我爸庆功宴当晚，我和我爸走了以后，他被其中一个小弟强暴了。他后来怀了孕，去黑诊所打胎，大出血死掉了。林田听说了这件事以后，抄起一把刀，直接把那个小弟捅死了。林田杀了人以后就跑了。那个年代还没铺天眼和随处可见的监控，人跑了很难抓到。警察一直在努力追捕他。前世把我和我爸害惨了的两个人，有如此的结局，也不算意外。但林田只要一天没找到，我一天心里都不安定。我以为我爸对林青会有点内疚，因为当时我们俩明明可以把他交到别人手中，或者是我们一起把他送去安全的地方。但我爸却说，这个女人恶有恶报，不必同情。之后我们就出发了。我跟着他从南到北，一路打联赛，他的 MVP 暂时还无人超越。这一路上，我和我爸的队友，一帮热爱篮球的大男孩同吃同住，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简单和纯粹。他们大多文化课不好，可不巧了，正好遇上我了。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英文名字，逮到他们有空的时候，教他们背单词、学语法。我爸是学得最认真的，每次听课，身体都坐得板正，笔记也一笔一画写得工整。偶尔他会趁我们独处的时候跟我说，燕燕，让你跟着我们这帮糙老爷们，委屈你了。哪里委屈了？我不觉得委屈，我只是希望能陪我爸还有他的梦想越走越远。这一路下来，训练和比赛同时进行，可想而知有多艰苦。我爸是拼尽全力去打比赛的，他想要拿下奖杯，想要光宗耀祖，他的人生应该走得越来越敞亮。与此同时，我留意到有一个女孩，她好像有钱也有闲，总去看我爸打比赛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觉得她长得大气，文静典雅，喜欢穿藕荷色的裙子，总是买第一排的位子。有一次我特意坐在她斜后方，观察了她整场。只要是我爸投球进篮，她都会无比高兴和雀跃。我在这个女孩的身上看到了爱情最初的虔诚的模样。我头脑一热，设计让他们相遇。那一天雨下得很大，女孩看完比赛，因为大雨暂时无法离开，我让我爸给她送伞去。我爸以为她是我的朋友，就把伞拿过去了。看到自己喜欢的球星亲自送伞，他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。
雨越下越大，他们俩并肩站在一起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晚上，我爸回来的时候满脸红光，我从没见过我爸如此生动。原来他那张高不可攀的脸，除了打球赢比赛会发光外，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表情。他说女孩叫陈亮，看过他很多场比赛，是个忠实球迷，还说他们俩明明第一次见面，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笑着听着他说话，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天亮了，我爸竟然还醒着，一双眼睛亮得不可思议。燕燕，你也一块儿去？什么？我约了陈亮吃早饭，你也一起吧。我爸认识陈亮以后，变得更生动，更开朗。他只要跟他稍微走近一点，高不可攀的脸马上烧得通红。他们俩发乎情止乎礼，每次约会都要叫上我，约会方式只有散步，拘谨的连手都不敢牵。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，给他们买了最后一排的电影票，等他们都到了的时候，我谎称肚子疼，趁机就跑了。我自以为是的想，经过今晚二人独处，他们俩的关系一定能更进一步。谁知我爸生怕我出事，在卫生间外面等了我半天。等看到我出来，他以为我很难受，二话不说就抱起我，要送我去医院。陈亮，很抱歉，今晚看不成电影了。他回头对陈亮说。陈亮看着我们俩，脸色灰暗莫名。他跑得飞快，我差点被他摔出去，只好说实话，说我根本没有不舒服，他就是不听。等到医生给我检查完，确定我身体没有任何事以后，他才质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就是给你和陈亮创造独处的机会啊！我忽然搞不懂，他和陈亮明明互相喜欢，怎么却进展缓慢？连我这个局外人都比他们当事人要着急。我爸垮着一张脸，难得生气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陈亮是个好女孩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个鬼！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他吵架，虽然不太吵得起来，但我想让他知道，能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人有多么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就是要错过他。我最后一次看到陈亮，是看到他跟我爸在凉亭里说了很久的话。我爸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，他哭着转身跑了。我想追上去，转眼就看到他上了一部出租车。我气得崩溃，冲去凉亭找我爸，却看到他像个小孩子，不知所措地抱着脑袋蹲下来。向阳，你怎么回事？燕燕，你可能不知道。良久，他才抬起头来，眼圈都是红的。我有基因病，我不能耽误人家。我明明有一肚子的话，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。所谓的超雄综合症 ，XYY 染色体天生坏种，性格暴躁，易怒易冲动，具有强烈攻击性。可是明明就有例外啊！我爸不就是例外吗？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滑落。看到我哭，我爸手足无措起来。我不是我失恋吗？你怎么哭得比我要难过？对，都是因为你。我边哭边捶了他几下。我爸失落了一阵，但很快又调整好自己。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，他咬紧牙关，拼了命的训练。陈亮像是从没出现过一样。我爸好像真的封心所爱了。决赛前一天，他用推子推光了头发，光头的样子也帅得惊为天人。他盯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看了很久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我想他会拼尽全力去打比赛。果然，第二天的决赛，我爸在场上真的杀疯了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狼性爆发，他带着运转的篮球，好像都沾染了血性。跟随他无往不利，百发百中。敌方队友派了4-5个人拦截他，防他进攻，统统不是他的对手。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时，他来了个极漂亮的3步上篮，88-72。我爸带着他们队伍一路披荆斩棘，最终夺得了冠军。我爸身披红旗满场奔跑，他的队友也跟着他跑个不停，所有人的眼泪不停飞舞。我也在哭，哭得头疼鼻塞。这一世，命运真的从此扭转了。这一年，我爸的表现实在太出色。国家队的教练亲自找到他，诚意全地邀请他成为国家队一员。我以为我爸已经见习惯大场面，可当他儿童时代的偶像真切地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抬起手臂哭得很大声，倒是把国家队教练搞尴尬了。回去以后，我爸已经是街知巷闻的篮球明星。他把我奶接上，到城里全款买了一个小2层房子，精装修带定制家具，买下就能住进去。他让我先选房间，我不选，他就让我奶帮我选。
我奶对我太好，特意给我选了一个光线最好的房间。她真的，我哭死。在新家住了一些天，我爸特意找我聊天，刚好我也有话想跟他说。他先开的口：燕燕，你想出国读书吗？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，不是读书，也不是出国，而是他想把我送走。你不要我了吗？他吓坏了，不停摆手。我是觉得你可以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你学习那么好，出国进修挺合适的，学费啥的不用担心。那时候还不流行用电子支付。他拍了下鼓鼓的钱包：我有钱，能供你读到博士。我本来还难过着，一下子被他逗笑。谁告诉你我要读博？他没回我，但垂着眼看了我很久，良久，伸手摸摸我的脑袋，发出很轻的叹息，仿佛他知道我还有个未圆的读书梦。而我能帮我爸做的，就是找回陈亮。我跟他先见的面，也主动跟他说了我爸基因病的事情。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多管闲事，可是那是我爸。我曾经有幸见到他离幸福那么近，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他流逝。我只是希望我爸可以得到幸福。陈亮知道他当初拒绝他是有苦衷的，只是没想到是这个。我给他们俩安排了一场烛光晚餐。我爸来到餐厅的时候，一定以为我疯了，竟然约他吃西餐。当他看到陈亮穿着他最喜欢的藕荷色裙子出现在眼前时，他满眼不敢置信，以为在做梦。我爸激动坏了，刀叉都弄翻了。陈亮咯咯地笑，随后把手轻轻地附到他紧张的不知往哪里放的手背上。我爸低着头，不想让陈亮看到眼眶里的泪。你知道，我已经知道了。陈亮温温柔柔地说。那你……他呆望着他。我也可以不要小孩。天知道，陈亮说出这句话要付出多大的决心和勇气。他家是书香世代，父母很传统，他又是独女。可为了我爸，他可以不当一个母亲，值得吗？我爸傻眼，他从没想过这辈子能遇到一个女孩，爱他爱到这般义无反顾。也许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，只是当初在人群里多看了他一眼，就再也无法忘记。可是我爸最后还是没有跟陈亮在一起，我真的气死了，感觉他就是一根冥顽不灵的大木头。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他似乎真的下定决心要把人家推得远远的，还说当朋友比当情人更长久。我怀疑他也是重生的，那不是一句歌词吗？最后一次听到陈亮的消息，是他跟着父母移民国外，再也不回来。可在他飞走那天，这个每天训练总是最早来、最后一个才走的人，却意外缺勤，到飞机场外的跑道上傻站了一整天，一直抬头仰望天空，看一步步飞机留下白色的长长的尾旋。问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，他又倔强的不肯说一句。我没有出国，但也听了我爸的话，报名参加明年的高考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认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这个说法。成为一个有学识有教养的人，人生确实能够开出花来。日子一天天地流逝，每一天都很平淡，但每一天又是充实的。我爸准备要跟国家队一起去打全国比赛，在这之前要先参加6个月的封闭式特训。但不知怎的，他走前的这几天，我总是心神不宁，总感觉有事要发生。他原本是今天晚上就坐大巴车走的，我留在家里陪着奶奶。突然，屋子陷入一片漆黑。紧接着，有人从窗外破窗而入，我愣了下，马上反应过来，让奶奶去房间躲在床底下。然后我摸黑想要开灯，大脑是懵的，想不到应该先拿个东西在手上。黑暗中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炸开：“嘿嘿，别逃了，我已经看到你了。”再听到林田的声音，我浑身一阵通电般的麻痹。我怎么可能不认得他？前世我死前被他折磨了几年时间，他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认得。燕燕。这时，我竟然听到我爸从门外传来的声音。林天也听到了，他很高兴的样子，随便给你发信息，你还真的回来？不对，我爸不是已经上车了吗？他怎么会回来？是林天把他骗回来了。突然，我爸把灯都打开，一屋子的明亮。逃跑多时的林田浑身臭烘烘，头发长到脖子，像个流浪汉。我来不及有所动作，林田是有备而来的，他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，破窗进来的。爸，小心！我一不小心，
说漏了嘴。燕燕，快躲起来！林田要攻击他的同时，他还叫我躲起来。那边林田的棒球棍毫不留情地砸到我爸的手腕上，我爸痛得弯腰跪地。我听到那一声清脆的闷响，心里痛死了。那可是我爸打球的手啊！林田狰狞笑着，又扬起棒球棍，准备狠狠敲下去。林田，我要跟你拼了！我想也不想地从他身后偷袭，发狠地踹了他的腰一脚。他手中的棒球棍沉重落地，下一秒，林田抬起腿，朝着我的眼睛踹了过来，我昏迷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我醒来时，眼睛刺痛，几乎睁不开来。不多时，我听到我爸叫我：“燕燕，你还好吗？”我努力睁开眼，看到我爸焦灼万分的脸庞。林田把我们敲晕以后，把我们带到一栋烂尾楼里。幸好我奶没被带走，就是没被林田发现。我和我爸商量着要怎么自救和逃跑，一双脚步声从远及近而来。看到我们想跑，林田笑得东倒西歪：“别想跑，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！”林田一脚踹上我爸的胸口：“都是因为你，我姐才会出事。”然后又打我一个响亮的耳光：“还有你也是帮凶。林青他会有这样的结局，是他咎由自取。我不怕死地冲林田叫嚣：还有你也会死得很惨。林田逃了这么久，已经是亡命之徒了。所幸他一直是逃犯，胆子没前世大，没再干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而他前世能这么疯狂，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林青的助纣为虐。林青人都死了，他也怕。就在我故意引起林田的愤怒，跟他发起骂战的时候，我爸身后的绳子被他一点一点地搞松掉了。臭丫头，先把你弄死去！林田粗鲁地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，他把我狠狠地灌在地上，然后坐到我身上去。他一双脏兮兮的手在我身上不停乱摸，我恶心得要吐了。你敢碰我，你会死得很惨！我大声道。死到临头还话那么多，在你死前先让爷爽一把。他边说边要扒掉我的衣服，我听到布料被撕开的声音，紧接着林田的动作僵住了。我爸不知道哪里找到的灭火器，用它砸了林田的后背。爸！我爸手里高高举着那个灭火器，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。不要因为这个天生恶种坏了你以后的人生。他仿若未闻，把灭火器一下又一下地砸到林田的身上。林田发出一声声的惨叫，渐渐的他的气息弱了，没了。我爸手上的动作还是没停下来。我不准你伤害晴晴，只有你死了，这一切才会结束。晴晴，那是我原来的名字。爸！我再也忍不住，哭嚎道。原来他也有上一世的记忆，原来他从很久以前就认出我了。原来，晴晴，我们走，我们回家。我爸弯下腰，要温柔地抱起我。我看着他，泪流满面。突然，我看到林田竟然又站起来，他浑身是血，模样变得更可怕骇人。他没死，他刚刚只是装死。林田抄起刚刚我爸拿来砸他的灭火器，如野兽一样冲撞了过来。烂尾楼没有任何保护屏障，一脚踩空就会掉下去。来不及了，我一把把我爸推开。爸，你要活着！说完这句，我用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力量跟林田迎面相撞，冲撞力巨大，我们俩双双从9楼的高度一起摔了下去。番外，向阳我是个重生者，谁都不知道这件事。可没多久，我发现身边多了个穿越者，一直骄阳跋扈的堂妹向燕忽然之间变了个人，她变得很像晴晴小时候。随着我和晴晴的相处越来越多，我在心里面确定了这一切，而且她脱口而出喊我爸哎，可是我却眼睁睁地看着晴晴跟坏人一起掉下去，我救不了她，她跟林田都不治身亡。半年以后，我妈也因为悲伤过度去世了，整个天地仿佛又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后来我主动离开国家队，开始四处流浪，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山水，最后竟然在云南大理的一家小酒馆里又遇见陈亮。本来我就有打算离开大理以后找个地方离开这个人间，是陈亮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他至今单身未婚，而且一直青春美丽，从未变过。如果不是晴晴，我又怎么可能认识他？
我实在很想念晴晴。2个月后，陈亮跟随我回老家，我们办了婚礼。他希望我继续打球，当然我已经打不动了，但我有听他的，开了一家篮球社，专门教小孩子打篮球，收入不多不少，足够温饱。这一生能重来一遍，我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问心无愧。1年后，我和陈亮的女儿出生了，幸好不是儿子，不然又要遗传超雄。看着红红粉粉的小女孩，我总感觉她无比熟悉。向阳，你想怎么起名字？晴晴，晴天的晴。在晴晴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不敢认爱，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把最爱推开，因为我怕跟陈亮在一起，我的女儿向晴就会消失。但这一刻，我预感到她又回来了。陈亮赞成我起这个名字。小晴晴眨巴着眼睛，嘴巴流出口水。迷糊中，我好像听到她发出一个声音，可明明不可能的。也许是我听错了，她发出的声音是：爸爸，我回来了。